医院门口我孕吐，吐在前男友身上。道歉，你放我一马，我脱口而出。分手的时候让我放你一马，前任阴沉着脸，现在又让我放你一马，我放马的。那赔钱？我弱弱问出来。赔人吧，他盯着我的腹部。赔大送小，我怀孕了，孩子是我分手了3个月的前男友的。其实刚开始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，我不是没想过去找前男友复合，毕竟我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孩子，单亲妈妈这件事真的不太适合我。陈琳分手后一直联系我，但我一气之下把他拉黑了。况且我跟陈琳分手只是因为他太忙了，忙到忘记了我们恋爱3周年的纪念日。我想着这3年来，陈琳忽视我的时候也就最近的半年多，因为他要买房买车。可是我娇气，又被陈琳惯得无法无天，他一个不顺我的心意，我就会发脾气。现在想想，我叹了口气，摸了摸上还平坦的小腹，有些忧虑。我可真是太作了。美女，医院到了。计程车师傅操了一口浓重方言的普通话跟我说。哦，好的。我回过神来，拿出手机付了钱，然后下车打开健康码，准备进医院做产检。谁料刚一下车，我顿时就感觉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下意识地弯下了腰，想要将呕吐的欲望给压回去。本来弯下腰能够面前压制住的，没想到从旁边忽然伸出一只手，愣是一把把我拉了起来。我就没忍住，哇的一下吐了出来，全吐在了那个拉我起来的人身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今天早上没吃东西，我吐出来的都是黄水。虽然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呕吐物，但是味道属实难闻。我连忙从兜里掏出纸巾来，试图给面前的人擦拭衣服上的污渍。要不这衣服给我带回去，我帮你洗了吧，洗干净我再还给你。看着那衣服上完全擦不干净的污渍，我急得都快要哭出来了。站我面前的人沉沉地盯着我，一开口就是咬牙切齿的意味。姜薇，你可真是好样的。这熟悉的声音。我下意识地抬头一看，果不其然，正是陈琳那张阴沉到了极致的脸。我瞬间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一句话直接脱口而出。抱歉，你放我一马。陈琳盯着我，忽然冷笑一声。姜薇，分手的时候你让我放你一马，现在又让我放你一马，我是放马的，你放不放马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现在很想逃。我思考了1秒钟，弱弱地开口询问他，那我赔钱？我衣服多贵你心里没点数？陈琳凉飕飕地瞟了我一眼，反正你也赔不起，不如你就赔人吧。陈琳的视线从我的脸上一路下滑，落在我的腹部上的时候，眼底显而易见地过了一抹复杂的情绪。你把你自己赔给我，赔大送小。要不是我现在不方便，我绝对跳起来就对着他的头来一下。他怎么这么大的脸？陈琳不可能知道我怀孕的，除了我那好的能穿同条裤子的闺蜜知道外，连我亲妈都还不知道这事。看他一副吃定了我的样，我假笑，看来还是你不够大方，分手费竟然赔不起你一件衣服。陈琳，你挺抠的呀。很好，陈琳现场给我表演了什么是变脸绝技。我骄傲地扬着头，甩下他往医院里走，分手费全给你，赔不起你的衣服，只能怪你抠。哼，小样的，居然还想赔大送小。他想的挺美呀。身后没说话声，我也没回头看，不赶紧去排队挂号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检查。你没有反驳我的话，我加快脚步的同时，陈琳也追了上来，脸色复杂。姜薇，你真怀孕了？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早晨没吃东西，晕车而已，只要我想，借口多的是。那你为什么来医院？怎么，医院你家开的，你能来我就不能来？我一句话呛回去，看他成功的又黑了脸，只觉心情大好。我做妇科体检，你也跟着。我觉得我再多说一个字，陈琳就会掐死我，所以我扭头直奔医院大楼。没想到他也亦步亦趋地跟了上来，正好我来帮我妈拿点药，看在以前的情分上，我也不是不可以陪你去做妇科体检。啧，挺会说啊。不过阿姨的确身体不好，我会撞上陈琳也不算偶然，但她要去妇科，我怀孕的事不就露馅了？小心台阶，正胡思乱想着，陈琳突然扶了我一把，我回神的时候就撞上她略带无奈的眼神，怎么还是这样迷迷糊糊的性子？我乐意，我沉了脸。她是真的忙到以前可以秒回我信息，现在却成了轮回。我就不信她连吃饭喝水的时间都没有，就不能抽个空百忙之中搭理我一句。提分手的时候，我承认我也有些赌的成分，想用分手来提醒她已经踩到了我底线。我搬出他家后，他是不停地来找过我，申请加我好友，但还是一贯的忙到我实在受不了。所以我想，要是结婚了，不得吵得更凶，还不如算了。我想上厕所，你不会也要跟着吧？挂号，我就找了个完美理由，想要甩掉陈琳。他盯着我看了2秒，这才点头。我去给我妈妈拿药，你出来后就在这里等我。好，我等你。我笑得无比乖巧，转身就翻了个天大的白眼。我等他个鬼！上完厕所出来，陈琳已经排在了拿药的队伍中间。我拿着挂号单，飞快溜去了妇科门诊。虽然孩子与他有关系，但这孩子可是我的，他休想跟我抢。
轮到我号时，刚巧陈琳也提着要找过来了，我赶紧散开长发遮住脸，闪进了门诊室。负责检查的医生很温和，给我测了胎心、腹围之类的，说胎儿一切都很好。我也忍不住跟着咧了嘴，傻傻的笑起来。只是笑着笑着，又莫名心酸起来。医生大概看我神情不对，关心道：“丫头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”我点了头。我心口疼，老疼老疼的那种。你医生很好，一直都没有赶我离开。我在门诊室里待了有2个小时，这才跟他道谢离开。出来时，陈琳果然已经不在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去自助台那边打印孕检单，但我折腾了许久没弄出来。最后还是路过的好心人看不下去了，帮我捣鼓了一阵子，然后甚是无语地看着我：“小姑娘，东西已经被拿走了，你还拿什么？”我从门诊室出来就直奔这里，东西怎么可能会被人拿走？真没有，你也赶紧回吧，好心人走了。我一脸懵逼地坐在休息椅上，还没想明白怎么回事，陈琳这阴魂不散的又打电话过来，单子在我手里，我人妈了。合着我在门诊室傻傻的坐了2小时，以为避开他了，结果竟然是给了他作案时间，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我想着怎么找他算账，一抬眼却见他就站在不远处，手里拿着张薄薄的纸。跟我来。我看见他嘴唇动了动，声音便也从手机里传了出来。我皱皱眉，沉默地跟着他到了医院的花园里。他倒是没废话，直接就把孕检单亮到了我眼前。姜薇居然还敢说你晕车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？无缝衔接过来的路上，我就已经想好了说辞，故意吃声说道：“陈琳，难不成你还有喜当爹的爱好？”我发现陈琳挺喜欢黑脸的。这不，我刚说完话，他脸又黑得跟煤炭似的，似乎想掐死我。我警惕地后退了2步，提醒他不要漠视法律，你要弄死我了，可就是一尸两命，懂？很好。这人漆黑的脸上又露了个吓人的笑。不去学变脸，真是可惜天赋了。只不过他说出来的话带着满满的无奈感。姜薇，你不气死我，你不甘心是不是？别介，我可背不起这么大的罪名。我耸耸肩，准备跑路闪人。陈琳，一个合格的前任就应该像死了似的不再出现，麻烦你以后别再诈尸，打扰我宁静而美好的生活。姜薇，他咬牙切齿，好好说话能死？会死。我顶着他的眼神笑眯眯的点头。被我现任看见了，我岂不是倒霉？虽然并没有，但应该能气跑陈琳。但我又估算错了。这段时间我工作太忙了，实在没时间。回家后才发现你都收拾完行李，然后走人了。姜薇，你就对我这么不负责任吗？这个最高纪录忙到5天都没回我一个表情符号的男人，说我不负责也就算了，这时候竟然有闲时间陪我在花园里聊天，还意味深长地瞟着我小腹，是不是我的种？我清楚，我他妈真是气笑了。你清楚个什么清楚？我无缝衔接，怀孕的时间也跟现在一样。我知道陈琳不喜欢小孩。某天半夜起床，不小心就听到他在客厅里跟朋友打电话吐槽要什么孩子。麻烦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落下了心理阴影。我是极喜欢孩子的，早早就盼望能和陈琳拥有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宝宝，但他的一番话让我矛盾起来，既盼望有个孩子，又怕有了孩子之后他会厌弃孩子。也知道了我为什么迟迟没怀孕，但难免有意外。现在要是让他知道我怀了他的孩子，我着实不敢肯定他会不会带我去打掉，只能极力否认。那种陪大送小的玩笑话，我可不敢信。就这样，我走了。我不想和他纠缠下去，转身要走，但他却拉住了我。那张曾经令我疯狂爱慕的帅脸上有着严肃和认真。姜薇，是不是我的孩子？我心里清楚，你休想骗我，还没完没了了是吧？我冷笑，是不是要我把现任找来，你才死心？你找谁我都不信。他眼神笃定，就要拉着我走。我挣扎了几下没挣脱，倒是一股强烈的恶心感涌了上来。快躲！我真的没想到孕吐反应会这样强烈，强烈到我今天第2次吐到陈琳身上。他的脸又黑了，但手里却动作轻柔地帮我轻轻抚着后背，还麻溜地帮我买来了水。我漱完了口，人已经软了。早餐没吃，强撑到现在，所有力气都花在了对付剧烈的孕吐上，现在感觉挪步都难。我抱你，我也就吐了些酸水，但陈琳身上仍沾染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难闻味儿。她没找我算账，我也就没好意思拒绝她的公主抱，只是干笑着，那个同件衣服不用赔2次吧？你说呢？她咬牙切齿的直接将我抱上了她的车，毕竟理亏，我也没敢反抗。只是她打过电话后就将我带到了酒店，我顿时扒着酒店门口的墙不肯进了。陈琳，我们已经分手，你休想什么？她停步，莞尔看我，你倒是说啊！说就说，我极力控制不红脸，义正辞严地骂他：你休想再对我犟。从前我是贪图他的美色，但现在我和他已经分手了。分手了，他懂不懂？原来女人比男人更好色。他揶揄地看着我，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，直接就把我气笑了。怎的？你思想纯洁呀？我只是想换件衣服，然后带你吃饭而已。你属实想多了。我要跟这个腹黑男绝交。
果然没半个小时，新的专柜衣服就送到了套房里。我识趣的背过身，让他换衣服，说好了，我可只赔一套啊，你休想讹我。从前又不是没看过，这个狗男人知道我曾经缠他，现在绝对就是故意的。我赶紧拿手捂住鼻子，却不经意从镜面里对上他的眼神，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里流转着淡淡揶揄的笑，眨也不眨地看着我。我老脸一红，立即别开了眼神。果然色字头上一把刀。陈琳顺带还给我买了衣服，我没敢看他的眼神，跑进房里匆匆换了。这人行为越来越奇怪，不是忙到飞起吗？今天怎么有时间瞎折腾啊？我订了餐，等下就会送上来。我换好衣服出来，他就来了这句话。我摇摇头，陈琳，我真的要走了，你别让我现任误会。你有没有现任？我很清楚。他那双漂亮的琥珀色眼睛看着我的时候，我莫名就心软了，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。罢了罢了，吃顿饭又不会将我怎么样。孩子也要补充营养的。陈琳点的全是清淡有营养的菜色，我低着头默默吃饭，并不搭理他的话茬。他说的对，孩子也是需要营养的，我不能让孩子受苦。也许是我太沉默，很快陈琳也停了声，只默默地给我夹菜。套房里安静又压抑，几乎落针可闻。我想努力吃饭喂胖宝宝，但仍是被某些菜的气味刺激的犯恶心，扶着马桶简直吐到天翻地覆，生不如死。威尔，我趴在马桶沿上起不来，他紧皱着没看我。要不要孩子了吧？刚刚还虚软的我瞬间就支棱起来了，冷笑道：陈琳，这可是我和其他男人的孩子，你有什么权利决定这个孩子的去留？威尔，我只是觉得，我不要你觉得，我只要我觉得。我冷冷打断陈琳的话，强撑着虚软的身体往外面走。再见，最好是再也不见。我就知道他不喜欢孩子，亏得现在还能找借口敷衍。若是没分手，这条小生命不得离我而去。看来以后也得尽量避开他才行。陈琳跟着下了楼，我不想让他送，但他老鹰拎小鸡似的把我拎到副驾上坐好，还用安全带给我系上了。我觉得好笑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？你乖一点好不好？琥珀色的眼睛里盛着无奈和疲惫，我盯着看了几秒，悻悻地别开头。他不也同样犯规，拿美色诱惑我？车子启动，走着走着，我就发现了不对劲。我和陈琳分手后就搬出去了，自己租了套小公寓。我刚没说地址，但他却送的分毫不差。好样的，居然有内鬼！车子准确无误地停在我楼下，我瞪他说：谁告诉你的地址？不是刚刚你告诉我的。他一副耍赖的样，死活都不肯说。我气得推门下车，就听他在背后无奈说道：威尔，你现在是妈妈了，要照顾好自己，知不知道？放心，我有现任照顾着。你就是嘴硬。他在我身后叹息着，我想象着他此刻眉眼失落的模样，却愣是没敢回头去看看他，怕一回头就会藏不住那些被压抑的思念。我没有不要孩子的意思。他叹息着，惆怅又伤感，有什么不舒服的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背脊僵了僵，随即就轻呵出声，撂下话走人。你管得太多，与你何干？都分手了，我也没要他负责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是想过和陈琳坦白的，但是我不敢。他和朋友打电话的那一幕已经深深印在我脑子里，而且今天他又说了不要孩子，现在跟我说没有不要孩子的意思，怎么看都像权宜之计。我赌不起，只能远离。只是躺在床上了却怎么也睡不着，翻来覆去好些遍，终是忍不住把放在床头柜抽屉里的绘画本拿了出来。画册里全是有着各种表情的陈琳，笑的、皱眉的、抿唇的、板起脸来凶巴巴的，应有尽有，也组成了我少女时代的主旋律。犹记得大一那年，她作为新生代表上台发言，在台上从容不迫、神采飞扬的模样，吸引了大多数女生的爱慕眼神，我也不例外。我后来还和陈琳笑称，我对她是一见钟情。只是那会儿围绕在她身边的女生如过江之鲫，论颜值我不是顶尖的，论家庭背景也和那些富家小姐没得拼，只能暗里爱慕。而且随着时间推进，那些漂亮的或者有钱的女生都被她拒绝了，我哪有什么希望？我只能将暗恋埋在心底。只不过我学的是美术专业，暗恋不能被表白出来，就只能倾注于画笔。我出现在所有陈琳有可能会出现的地方，用画笔记录下她的笑，她的忧，记录她意气风发时上扬的嘴角，日复一日，乐此不疲地如此画着。如此2年下来，我的肖像画水准已是全年级第一，也算是个意外之喜。直到大3那年，我和她撞了同样的选修课。创业选修课是我随手选的，没想到却和陈琳是同一个老师，而且她就坐在我的前侧方。课上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她身上，怀着激动欣喜的心情，各种描绘她的侧颜。等到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都已经下课了。同学们已经走了大半，闺蜜在教室门口嚷着叫我赶紧出来吃饭，我却看见了陈琳并没有走，而且还闻声朝我这边看过来。我心一慌，抓起桌面上的课本就赶忙跑了，陈琳却在身后叫我：同学，你的画册。
送给你了。我没敢回头看他，落荒而逃，只听见了身后有着清亮爽朗的笑声。再后来，陈琳就主动追了我。那时候是真的快乐，我每天都是笑着的，画中陈琳的神态也越来越多，亲昵的、大笑的，还有在我右后下摆的各种搞怪表情，画满了几个画本，但我从未验过。后来毕业同居，陈琳也做到了她的誓言，一直都很宠我。直到半年前，突然开始拼命的为了买房买车而奋斗事业，便开始逐渐冷落我。我也曾劝过她不必如此拼命，生活简单快乐就好。我家里条件还行，不需要那些物质东西，可全都没有用。所以在她忙得忘了3周年恋爱日期的时候，我提了分手。我想，也许是她太宠我，所以我真的受不得半分来自她的冷落。又或者说，哪个女生能忍受得了？联系不上她的日子，我是焦躁易怒，各种设想层出不穷。而手机但凡稍有点什么动静，我都会急急忙忙地查看，唯恐漏了她的消息。夜半噩梦也不曾断过。那种患得患失、整天坐立难安的日子太压抑了，活像有只无形的手紧紧勒住我脖子。那样煎熬崩溃的日子，我真的适应不了。叮铃铃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老母亲打来电话，惊回了我飘飞的思绪。微微，明天回家吃饭，我答应下来。想来也有段时间没回家了。亲妈依然最懂我的心思，饭桌上摆的永远都是我爱吃的菜色，而我也庆幸还好没孕吐。你也多吃些，眼看着又瘦了，碗里的菜已经堆得像上山似的，我妈还时不时的给我夹菜。只是她说着又叹了气，薇娅，妈不知道你和陈琳怎么回事，但他是个好孩子，对你很不错，要是有什么误会，你和人家说清楚，知道吗？我皱了眉头。怀孕的事我还没有告诉他老人家，就怕他跟着着急上火，而且我是真的不敢和陈琳复合。你这孩子就是脾气倔，有什么事喜欢自己兜着，妈想给你帮忙都帮不上。上次陈琳还特意来看过我，聊了许久才走。薇娅，她是真心喜欢你的，我妈没说陈琳跟她聊了些什么，我也没有那个心情问，心烦意乱地扒着饭。难怪她知道我的住址，肯定是从我妈这里套走的。都说了分手，她想怎么样？你说说原因。绕来绕去，我妈还是问到了正题上。我看着她鬓边隐现的白发，换上笑脸，妈，就是不合适而已，您就别操心了。瞎说，你喜不喜欢陈琳，我这个当妈的会看不出来。我妈显然比我想象中更不好糊弄。我咳嗽了声，陪着笑脸试图蒙混过关，但她老人家眼神灼灼地盯着我，瞬间化身为神探。最后我只好说了实话，就是她太忙了，我才提的分手。那她有多忙？10天半个月都不怎么理我吧，有和没有都没什么区别了。尤其我还特意给她发过消息，提醒她3周年恋爱纪念日快到了。我会备好饭菜和蛋糕等他回家。他过了很久之后回了个我知道了，但就算这样，我还是兴高采烈的。结果也就只有我高兴，他人没到，问一句就是忙忘了，忘了就不过了吧，人我也不要了，这难道还不行？那是要批评，怎么能为了赚钱而忘了最基本的关系维护？我妈竟然深明大义地帮着我说话，听得我心头一热，顿时打开了话匣子，将积压的委屈全都倾泻出来了。我妈偶尔会附和我2声，更多的时候都在听。到最后就问了我一句，薇娅，如果他能改正坏毛病，你能原谅他吗？算了吧，我不想再受2次伤害。那妈妈也要说说你。等我发泄完了，我妈才严肃说道，妈妈了解你对情感的需求，陈琳也不应该如此冷落你。但是女儿，陈琳是你的男朋友，以后还会是你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，他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他拼事业，你该支持他才对。他若是挣不到钱，拿什么养活你和你们的小家？有问题了，你们应该共同解决，而不是以这种赌气的方式分手，造成一辈子的遗憾。我听得有点懵，愣愣地看着我妈，所以说是我的错，不是你们欠缺沟通。我妈以过来人的身份，慈祥地看着我，去帮妈妈把碗洗了，你也该学会分担责任了。亲妈确定不是为了想让我洗碗才说这番话。洗碗的时候，就看我妈在客厅里打电话，只不过声音压得低，也听不清她说的什么。我想着她的话，神色有些怅然起来。我和陈琳之间真的只靠沟通就能再回到以前的日子吗？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但是没想到会在小区花园边上碰上徘徊的陈琳。我板起脸就要走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肯定是我妈通风报信把陈琳叫了过来。哼，现在身份确认了，我妈是内鬼。姜薇儿，陈琳连喊几声我都没停，但她仗着大长腿愣是堵住了我。我气笑了，你有何贵干？阿姨给我打电话说过情况了。夜色下，陈琳的眼睛被小路灯照得闪闪发亮，又满怀歉疚。薇儿，对不起，我心口一滞，别开了头，闷闷道。陈琳，我妈也说过我了，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，只不过我们现在已经这样了，所以还是不再见得好。我们已经哪样了？我说了，我无缝衔接找了新男友，你懂不懂？我着实害怕他逼我打到孩子，只能硬着心肠把戏演下去。你再这样，小心我告你骚扰。他眸光里闪过了受伤神色。
我硬着心肠就要走，他却拉着我就走，跟我去的地方是我最喜欢的那家蛋糕店。陈琳点了我最爱的蛋糕过来，我边吃边嘟囔他，别以为这样我们俩就能和好。我知道。陈琳笑了笑，唇角弯起的时候露出2颗小虎牙来，给他帅气的容貌平白添了几分可爱。我心里暗说了句男妖精，便飞快地移开了眼神，就怕男妖精看久了被迷住心智。威尔，对不起，我不该为了事业就忽略你感受的。陈琳再度开口道歉，极为认真的语气让我都不好意思埋头吃蛋糕了，端端正正地坐着，像是乖巧的小学生。我说过了，你不用道歉。不，阿姨说的对，事业是男人的脸面和尊严，但不能为了这些东西就放弃家庭。陈琳摇头，眸色认真又柔和。威尔，我不该冷落你的，对不起。因未落，我红了眼圈。如果早在3个月之前他有这样的觉悟，那该有多好。努力压住眼底的泪意，冷笑对他，你少用我妈的话来刺激我。我知道你心里就只有房和车，只有你的宏图伟业，我也不当你积极向上的绊脚石了。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别最后还说是因为我才耽误了事业，我背不起令名。你呀，嘴比心硬。陈琳却没生气，只是笑得无奈。你还对我的事业吃起醋来了？你想多了，我犯不着。是，你犯不着，但是我犯得着。陈琳失笑，忽然就握住我放在桌上的手，定定地看着我。威尔，事业哪有你重要？但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日没夜地拼事业吗？因为我想和你结婚，想给你一个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。我愣住了。陈琳从来没和我说过她有这样的想法。我倒是知道他不少朋友都开始买房买车，聚会时他们谈论的最多的也就是房和车。我只以为他想跟上朋友们的步伐，想不落于人后，但是没想到只是为了娶我，这让我情何以堪。如此一比，我岂不是成了天下第一座井？这人也藏得够深的，跟我说说他的想法不行吗？非要什么都藏着掖着。咱们不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就在我不知道怎么开口的时候，陈琳又有些伤感地说道：“威尔，我已经准备在买房的时候就向你求婚，只可惜还没等到那天，你就和我提了分手。瞧那伤感的小表情，好像我就陈世美似的，她就一冤屈的小媳妇。”我轻哼，开始强词夺理：“我怎么知道你要求婚？说不定你就为了在兄弟面前显摆而已。还有，我今天跟你和好了，你又固态复萌怎么办？”陈琳，我们就是不可能了。我想到腹中的小宝宝就要给闺蜜打电话，我喊现任来接我，你也别再纠缠我了。行，我等你现任过来，我和他说个清楚明白。他不废话了，反而还懒洋洋地往椅背一靠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让我也尝尝眼，看你的现任到底有多出色。我他妈的，我一时半会儿上哪去找出色的现任给他看？见他一副看好戏的样，我忍不住气笑了。陈琳，你非要对我是不是？是你先开口闭口就提现任，戳我心窝子的。他倒是控诉得快，又说得信心满满。你有没有现任，我会不清楚。我这个狗男人，气煞我也。蛋糕也不吃了，起身就要走，他却按住了我的手，笑着摇头。瞧，又炸毛了。你再对我，我就跟你不客气。我眼神落在未吃完的蛋糕上，想着拍在他哪里比较解气，他却主动沾了点蛋糕抹在鼻尖上，笑着哄我，这样好不好？哼，还不够。那咱们买个蛋糕回家，到时候都听你的。他话有所指，我脸一红，低低骂他：谁要跟你回家了？当然是你。陈琳眼神灼灼地看着我，满眸热切和希冀。威尔，我想给你和孩子一个家，可以吗？说不感动是假的，但我还是很不解，你不是不喜欢孩子吗？为什么现在又满怀热情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陈琳一脸懵，而我也讲出了1年前偷摸听到的话，我当时听得清清楚楚。你就是说的不想要孩子，你别想狡辩。那个呀，那我可真是冤大了。陈琳显然也回忆起来了，哭笑不得。就老张，我发小，你不也认识吗？当时他老婆生孩子，疼得嗷嗷叫，他急得上蹿下跳，又帮不上忙，就跟我打电话倾诉。我当时想到你那么怕疼，是个小娇气包，哪受得住怀孕生子的痛苦，所以才那样说。陈琳仔细解释着，而我也听傻眼了，合着我全是白担心。傻姑娘。陈琳揉揉我头发，轻声笑起来。还有，你都听到那话了，就没听见我后面说的什么？后面？我愣了愣，当时心里难过的一批，哪有心思听其他话？你就惯会欺负我。陈琳委屈巴巴的，似要控诉我的累累罪行。我干笑，试图转移话题，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。对了，最后你到底说了什么？想听。他还拿巧起来，小模样挺傲娇的。我轻哼，不想说就算了。你就不能哄哄我吗？陈琳垮了俊脸，委屈可怜的模样，看得我扑哧一乐，轻咳了声，挖勺蛋糕递到他嘴边。诺，吃完可就要讲啊。他笑眯眯的点头，眼中似亮起了璀璨星光。威尔，我好想念你的笑。他轻声说着，眼中光芒闪动，我听得心头酸涩，赶紧别开了眼神。你还吃不吃蛋糕了？弄那么煽情干什么？当然吃。陈琳拉着我的手，怎么也舍不得松开。当时我还说，如果真要生孩子，我们俩生一个就好，我不想你怀孕生子太辛苦。听老张说他老婆差点大出血，我简直都不敢想象你那样，我会慌成什么样。
本来我也是计划着和你多过几年二人世界，但是现在有孩子了，只能改变计划。但是威尔，你放心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你都不知道我在医院看见孕检单的时候到底有多高兴。话匣子打开，陈琳就有些收不住了。我红着眼眶，安静听着。那些我曾误会的事，不敢相信的未来，在他的规划是那么清晰明了，似乎只要我点头同意，就会一一实现。威尔，我已经存了些钱，到时候咱们就去挑房子好不好？挑属于我们自己的家。你喜欢种花，咱们就挑有院子的，还要养猫和狗，养可爱的小动物陪着我们走过漫长的岁月。我想在庭院里架秋千，和你看夕阳。他絮絮叨叨的，像个情窦初开的大男孩，而我听得眼泪止不住的往下落。这个傻子，如果我没逼他一把，他是不是就要永远把这些话埋藏在心底，不讲给我听？蛋糕没吃完，我就已经原谅了陈琳。老母亲说的没错，沟通真的能解决世界上大多数的问题，剩下的就是实践了。回到家，我就联系了漫画编辑。从半年前开始，我的漫画就逐渐停更了，编辑催我也不行，因为故事以我和陈琳为原型，记录了我和他从大学开始相知相爱的点滴。虽然刚开始看我漫画的人少，但慢慢的也积累了不少人气。后来就有编辑找上我谈合作。再后来，我和陈琳的感情出了问题，我哪还有心思更新漫画？幸好一切都熬过来了。兴致高的时候，灵感也如泉涌，我兴冲冲地画了幅漫画贴上微博，很快老粉们就蜂拥而来，评论区也飞快地热闹起来。我的天，薇姐你终于露面了，今天的蛋糕场景好甜。我怎么觉得薇姐真的谈恋爱了？就问是哪头猪拱的我们家大白菜，猪在哪？快给我们站出来！本来还是欢迎我回归的热闹画面，很快楼就歪到不知哪去了，全都嗷嗷地想找出那头猪。我摇头失笑，陈琳根本就不看这些东西，他们上哪找猪去？但等我喝口水回来，画风已经突变，有条表白评论被赞到了最前排。威尔，余生悠长，清晨与黄昏我都与你共度 I love you。 不得不说，很俗套的表白，但偏偏我那嘴角跟长了反骨似的，非要高高翘起，笑得压都压不下来。就因 ID 是2个字，陈琳。那条评论的点赞数还在迅速飙升，粉丝们已经在热情地艾特我了。我努力将嘴角往下压了压，才给陈琳打了电话过去。陈先生这样表白我，是不是太没有诚意了？当然，这只是前菜而已。他的清朗笑声传过来，听得我脸颊微微发烫。那你还没告诉我什么时候喜欢我的？很久以前，我妹妹喜欢一个漫画家，还说男主人公和我很像。经过那番交流沟通后，陈琳也愿意与我分享她生活中的点滴了，笑道：当时她还挺遗憾的，说男主人公没有女朋友，又说那个漫画家是不是对我有意思，观察得那么仔细。我听得好奇，后来就开始慢慢关注你的画，直到某天我在美术系走廊里看见你的画，落款的字和漫画签名一样，才确定是你。选修课的时候，我其实一眼就认出你了，只是那会儿没找到好机会和你搭讪。但后来你把漫画本送给我了，我看见上面满满画的自己，就知道再也不能让你从我生命中溜走。威尔，我喜欢这件事一直都是认真的。他含笑的声音忽然郑重起来。威尔，我们正式和好吧，好不好？我轻轻嗯了声，嘴角已经笑得管不住了。他想翘多高就翘多高，哪有什么不好呢？往后他会照顾我的情绪，我也会尽力体谅他的辛劳和不易。我和他依旧是最好的我们，一切都如同原来，不，甚至比原来还更好。陈琳来帮我搬了家，兜兜转转3个月，我又回到了曾经和他相濡以沫的家，只不过如今已是3口之家。客厅里撒着玫瑰花瓣，还挂着彩色气球。我笑陈琳，就是搬家而已，不必这么隆重吧？不，你值得比这更隆重的仪式。陈琳耳根子泛红，就当我不明所以的时候，他从房里抱了一大捧鲜艳的红玫瑰出来。趁我接玫瑰的时候，他忽然单膝跪在了地上，紧张的都结巴起来了。威尔，我喜欢你，不对，我爱你，你嫁给我好吗？我看着他举起来的钻戒，故意逗他。陈先生，这是求婚。对，求婚。平日里冷静自持的男人，这会儿额头上竟然冒了细细密密的汗，紧张地看着我。威尔，我想娶你，可以吗？我点头，笑盈盈地伸出右手。当然可以，我爱他，他也爱我，因为彼此相爱，所以便可排除这世间万难。谢谢老婆给我机会。他红了眼眶，帮我套戒指的手都颤抖个不停。我急得抓住他手，将戒指往无名指上一套。你都求婚了，不许反悔。不反悔，嘿，绝对不反悔。偌大的男人蹲在我面前，又哭又笑的，欢喜的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我抱着他也是哭到不行，兜兜转转，最终身边站的还是最爱的他，这种感觉简直不要太美好。我的陈琳，我最爱的人啊！那天下午，我和陈琳就领证登记了。原来要筹备婚礼的，但想着那时候我已经显怀了，不好穿婚服，便挪到了生孩子之后。我自是欣然应允，和最爱的男人结婚，谁不想漂漂亮亮的呀？从谈心之后，陈琳也越来越体贴。
虽然他创业还是忙，但没有错过我任何一次的产检，我也没再整天轰炸似的给他发信息，反倒经常性带些营养滋补的东西去公司看他。他夸我越来越贤惠，我也笑夸他越来越体贴，已经有出为人夫、为人父的模样。夸完我们就相视一笑。老母亲不愧为过来人，沟通果然是靠近彼此的最好桥梁，以后彼此会越来越好的。9个多月的某天晚上，我突然就肚子疼起来。我妈已经跟过来照顾我，见状顿时冷静地指挥佣人收拾我的东西。我虽疼得有点厉害，但情绪上还稳定。陈琳就不行了，急得上蹿下跳，妈，是不是衣服带少了？妈，为了钙片找不着了。奶瓶，她楼上楼下的都不知道窜了多少趟，我看的都眼泪。最后还是我妈发了话，你大哥去车上后排坐着，等我们收拾好东西了就立即出发。可是你现在的状态还是稳住自己比较好。我妈笑着摇头，我心里倒是暖暖的，有她在，痛苦似乎也没有那么难以忍耐了。分娩是女人最痛苦的时候，但陈琳始终陪在我身边，给我加油打气。我也用尽毕生力气，在朝阳出生时终于生下了可爱女儿。老婆，谢谢你。抱着孩子的陈琳眼含热泪，俯身在我额头上落了吻。我爱你。我虚弱地笑了。老公，我也爱你。从大学那年的暗恋开始，我就一直在偷偷地爱着他。如今终于尘埃落定，半年后，陈琳和我如期举行婚礼。他创立的公司已经在逐步稳定盈利，陪我的时间也越来越多，而婚礼也举办得相当盛大。我妈笑说太破费了，但看得出来她对这个女婿是极满意的。闺蜜当伴娘，直接就扔给了我句话：羡慕这个词，姐们都已经说累了。你也赶紧对象结婚吧。我在休息室里等着婚礼开始，她就笑嘻嘻地跟我扯皮，要什么男人？姐独自美丽，你还独自美丽？看阿姨拧不拧你耳朵就完事了。嘿，我不告诉她我的想法。闺蜜笑得鬼精灵，忽然又提到了茶室。你知道你第一次产检的时候，为什么陈琳会出现吗？知道，你就是个小内鬼。我哭笑不得。刚复合的那会儿，陈琳就说了，我身边全是她的人，而且我怀孕产检的消息只告诉过闺蜜，不是她那张大嘴巴嚷嚷的，我都不信。闺蜜得意地冲我一伸手，那还不给媒人礼？我笑着抓了把喜糖给她。诺，拿好了。窗外有礼炮声响起，彩带飘飞，司仪热情洋溢的声音传过来，有请新娘入场。快，该你上场了。休息室里瞬间忙乱起来，很快我就拿捧花走向红毯尽头，等着我的爱人。四目相对时，彼此眼中尽是笑与爱意。我们都等到了此生最爱啊。婚礼结束后，我更新了最后一集漫画，画里的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彼此深情凝视，眼中有着浓浓爱意。而两人托起的小女娃笑得咧开了还没长牙的嘴，周围人群也均是满脸挥之不去的笑容。天瓦蓝，阳光灿烂，一切都显得是那么刚刚好。